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我们来宾到场，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中东的情势，尤其现在战事绝对是一触即发的。中国大陆这一回有祭出了他的红旗，在伊朗会现身吗？另外，美国的 B-52则是路被封死了，再加上美国他要出动他的航母前往中东地区，中东战火现在在看谁会开启第一枪。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送进伊朗的除了有红旗，来自于大陆的红旗飞弹之外，还有米格29。那么以色列的战机的部分也是随时做待命了，可能随时都会开火。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接近中午，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北韩的放话，如果伊朗遭到袭击，将会派兵参战。那纳坦雅胡耶反呛伊朗说，如果你敢错的话，我不排除针对平壤进行攻击。这一套我们今天会来关注的是来自于中伊朝的防空空战加援兵组合，真的能够挡住以色列吗？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另外2个国家。包括了中国大陆跟印尼，现在挡住了在南海跟马六甲这边的军事航线，是告诉美国说，你的 B-2 轰炸机如果敢来打伊朗，我就让你不好过吗？第3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航母，刚刚说了往伊朗的方向前进，还有它的其他武器也都准备到位了，打击清单都列好了，川普什么时候可能进行攻击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好，先来关心到的是最新消息，现在尤其在空中很紧张，以色列的战机在北部的空域被发现到密集的升空做巡航，进入随时都会可能开火的一个实战了。伊朗方面刚刚说的，出动了米格29战机，双方现在呢在空中对峙，火药味非常的浓厚。而此刻大陆则是派了运输机前往伊朗，疑似好像是里面放的是红旗系列的导弹，这个战力到底对于以色列来说会有多大的威胁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中国跟印尼现在也联手封住了这边的地区，行经马六甲、南海前往中东的路线，试图封锁美军的 B-52轰炸机经过这个地方。印尼现在最新规划还会再采购40架的巴基斯坦制的这个是雷电的一个战斗机，加强它在空中领域的一个防空系统。那么伊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最新消息它已经暂时关闭所有的领空了，大量的民航机也因此被迫改道，而过去统计只有少数，也就是2班的航班仍然获准经过在伊朗的上空。伊朗也最新授权了他们的部门说，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看到没有识别的飞机，一律会视为敌机，是可以立刻对这一些飞机开火的。刚刚提到了北韩也最新消息传出来，是 X 博主说的。金正恩已经警告美国了，停止打击伊朗。如果说我发现伊朗遭到袭击的话，我们北韩会派朝鲜人民军来参战。纳坦雅胡当然很火大了，他也直接怒呛金正恩：如果你真的北韩敢派兵，以色列也会派我们的空军部队针对平壤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而最新消息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外长跟伊朗的外长已经见面，并且已经通话了。那么伊朗的外长是说呢，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做帮忙。王毅则是态度比较平稳，他只说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哦。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刚刚讲的伊朗的，不管是他收到的红旗或者是米格29，真能挡住美国跟以色列的军队吗？中国现在到底态度是什么？红旗飞弹都已经进入到伊朗了，这个态度上还是这么的平稳，只是劝和而已吗？还是在跟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摊牌了？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印尼的角色，挡住了 B-52去中东的去路，是在跟美国做警告吗？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先从国际关系来看的话，你知道伊朗是中国原油最大的输出国，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坐视它的原油路线的生命线受到影响、受到干扰。你说其他以前中美之间，如果说是因为贸易战彼此之间在黄豆或者方面，或许中国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动到原油来讲的话，中国甚至于天然气，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这个坐视不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中国也有这个实力
所以看到这个伊朗的外长已经跟这个王毅已经通了电话，等于说王毅也出口。他虽然讲这些话，但是也是力挺伊朗的意思，态度摆得很明显，甚至于放话出来，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用 B-5色轰炸机飞越过马六甲海峡，那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印尼来讲做一个联合的阻击。那如果这局没有控制好的话，如果万一失控，就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即将爆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那川普只是凭他一时之间一个脑门的一个热，作战绝对不是作战没错，政治是指导军事，可是你政治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才能够获取战场的胜利。如果说军事的力量没有办法支持你政治上的决定，你这场仗只是乱讲而已，川普只是乱讲。那现在军事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作战之前有没有做好作战准备任何一场战争，这个你要发动战争之前，都是要用狮子搏兔的力量来完成所有作战准备。我们看到美国对委内瑞拉那时候动用了这个一艘福特级的航空母舰、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还有当天发动攻击的时候有动用了数百架的战机，包括到B-2轰炸机，包括到这个 F-22、F-35，还有很多的直升机甚至于上万名的陆战队的士兵都在待命。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捕捉一个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那其实，在之前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波湾战争。那次的战争，美国从战备集运开始，总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做战备集运。当部队运到齐以后，发动战争到结束战争，总共100个小时就结束战争。所以战前的准备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再看这个俄乌战争里面，俄罗斯刚开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大概也是从头到尾开始有这个讯息到真的发动攻势，可能中间也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做所有作战准备。那这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要发动伊朗的攻势完全没有任何的战争准备，甚至于到现在林肯号还远在这个南海地区还没有过去，甚至于说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过去。所以我认为美国并没有真的要做好作战准备。或许川普有这种念头跟想法，可是军事上面没办法支持他发动这场攻势。第二个，我们讲说北韩这个，我觉得金正恩纯粹就是在蹭热度而已，真的这场在蹭热度。第一个就是说。伊朗缺的不是陆军部队，北韩强的是陆军，他可以去支援这个俄罗斯打库斯克尔战役，因为他要的是陆军嘛。那其实伊朗来讲，自己本身不缺陆军那你北韩你强的就是陆军，那伊朗缺的是空军制空的能力，那你北韩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这是纯粹就是在蹭热度而已，他不需要你的陆军来支援来帮忙，他们自己本身的革命卫队其实战力已经够强了，那美军来讲也不太可能投入地面部队。那第二个，我觉得纳坦雅胡也是在打高空这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以色列空军是很强没错，那你空军再怎么飞，你要有基地你才能够飞进北韩去轰炸。如果你没有基地，你怎么进北韩？试想一下，如果说以色列的空军真的借到日本的空军基地愿意借给他，然后这个先不讲国际的这种博弈的关系如果说真的停在日本机场来讲的话，那你想想看，北韩会不会对日本动手？北韩那个导弹，他导弹打不到你美国，打不到你以色列，但是他打日本是绰绰有余如果说你真的日本敢提供基地或甚至于南韩敢提供基地给以色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北韩一定会动手嘛。所以我觉得纳坦雅胡讲这种话，说要派飞机去轰炸平壤，我觉得只是一个这种空话而已啦，这个根本不切实际。所以这2个人这个不管纳坦雅胡或觉得金正恩都是金正恩是完全是在蹭热度而已，蹭这一波的热度，表示他在国际之间博取一个话语权而已。那纳坦雅胡讲的只是空话，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倒是后续来讲，我觉得这个目前伊朗来讲它暴动的局势好像渐渐已经压下去了。那现在来讲，它领空也逐渐开放，可见呢在中东这边局势慢慢已经开始缓和了。好，那如果我们就军事面单讲武器的话，也特别请教张将军，有关于空中，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是说红旗要送进去嘛，那伊朗还会再派米格29，能够挡住美以的军队吗？我认为要把这个红旗9B把它送到伊朗去我认为还有2个挑战，第一个训练够不够？不是一过去你这样子人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整个系统，包含指挥管制、共同作战图像，你有没有建制？那这都要经过训练。
那你要送过去，最近要先过去，你能不能产生即战力？那这是个问题哦，不是马上就能够上手的。那所以我来看这个红旗9B，可能中国大陆给伊朗的应该是新型的，那个射程可以打400公里，就跟我们所讲的，就跟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但是因为俄乌战争，所以现在俄罗斯没有办法提供给伊朗，那就变成中国大陆来取代用红旗9B，不然俄罗斯提供到 S400就好了。那伊朗以前也有 S300啊，那 S300换装到 S400，那是驾轻就熟，顺水嘛。但拿中国的红旗9B就不一样了，另外一种系统，你还包括语言的隔阂、人员的训练，这方面都是问题。还有第二个，电战，我们知道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要对伊朗动武的话，先电磁制压。那你在这个高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种电磁制压，伊朗有多少的武器还有能够发挥它的性能，发挥它的反击的力道，那又成问题了。所以这两个，我认为就被伊朗就卡关了。训练跟制电之权，如果是掌握在以色列跟美国手上，那它能够发挥多少的威力？而且又是训练个半生不熟。对，那你这换句话说，所能够产生的防空拦截，我们叫防拦的效果就相对有限。那现在中国大陆联手印尼来卡这个 B52战略轰炸机。B52战略轰炸机如果不空中加油，它可以飞将近16000公里，作战半径是7000公里，是这样。但是今天好，它是2手到马六甲，不要走马六甲海峡，它从南印尼航路，就是我们讲赤道以南，就被南半球了，贴到印尼的南边飞过去，飞到我们也不要进入这个阿达曼海峡，那直接从印尼南边进入印度洋，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在印尼跟澳洲中间，那只是绕一个大圈圈而已，这是第一个就解决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 B52可以空中加油，只要有 KC-135在旁边陪到了，那空中加油就好啦。它就可以长边一直直接飞行，而且它的正副驾驶后面还有一个备用驾驶，可以彼此互换啊，所以人员不是问题。那个空中加油让航程也不是问题，这是美国可以克服的手段。美国第二个克服手段呢，它在这个中印度洋有个迪亚哥加西亚，它可以进驻到迪亚哥加西亚。美国的 KC-135、RC-135，还有美国的西摇拐的空中霸王的运输机，还有美国的 B2 幽灵轰炸机，都曾经进入到比亚哥加，先前进到比亚哥加西亚，这第二个解决方案嘛。我一前进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起飞去轰炸伊朗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从亚洲过去，这是第二个解决方案。那第三个解决方案，他不要从亚洲过去，他从欧洲过去。在川普到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啊，他直接从美国本土穿过大西洋，直接进入伊朗上空做威慑，他派2架 B52过去，做一个战略威慑对伊朗。他从欧洲就过来了嘛。以前美国去轰炸利比亚是这样取到，从大西洋过来 B52。还有那个BF111就是这样啊，大家现在很简单，穿越地中海进入，我们知道从南边从叙利亚那边进入到伊朗了，所以它的 B52可以有3个航线，而且我们只讲 B52，还没有讲 B1，还没有讲 B2A，但还有2个可以用的，我们只讲 B52，所以美国的筹码还蛮多就有弹性，它可以来运用，就算 B52不能用 ，B1B 跟 B2A， 它可以弹性来交叉对伊朗的战略施压，或者是战略轰炸。它不是凌空的地毯式的轰炸，它是远距一个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去炸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或者核提炼厂，是这个样。所以他认为美国可以在这方面的克服。那当然，这个伊朗经过这些方面的。就从去年的6月23号整补到现在啊，是有一段时间有局部的战力，但来看还没有形成总体战力。这个是这个以色列跟美国可以趁这个时候对伊朗下手所要考量的对美以有利的因素。好，我们对美以还有什么有利的因素？等一下我们持续来看。那刚刚整理出来是有关于伊朗的战力，还有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部分的武器的协助之下有的战力。我们来看到美国手上还有哪一些牌？因为呢，川普他要再放话了，他说不排除要做军事行动。CNN 现在引述了多名的军事分析师，认为说美国接下来可能打的军事清单有几个重要的地点，一共是4个地方。第一个是军警指挥控制中心，第二个是
有关于伊朗高层他们所住的地方，最后是关键盈利企业跟波斯湾石油跟能源设施。那现在美国在战备上有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首先刚刚提到的有关于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现在说呢已经紧急调往中东了，有没有可能1周内完成部署？现在是知情人士在做讨论的。再来就是战斧巡弋飞弹有可能精准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跟它的指挥中心吗？第3个是它的空对地的远距攻击飞弹，可以放在 F-15、F-16啊等等的战机，或者是超级大黄蜂上面来做发射。最新来自于华盛顿核心圈的情资也显示，川普已经准备好，他说对伊朗按下按钮，这个按钮是军事按钮还是在金融上面制裁的按钮还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动手，还在等什么？杨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认为美国不希望打全面性战争，也不会打地面战争，就不希望另外一个伊拉克战争再出现，或者另外一个美国打的俄乌战争、美伊战争，那会变成一个消耗的无底洞。而且伊朗的混乱不只是会造成伊朗内部的混乱，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全球都会有一些恐怖主义或者是难民，会变成全球的这个灾难。那以现在伊朗的情势而言，其实我觉得是在控制中，尤其伊朗政府也暂缓处决他们逮捕的一些抗议分子。那这些人其实在过程当中是采取激烈的手段攻击政府的大楼，可是他停止就是执行，因为法院立即判了死刑，也是一个讯息，停止执行。那我觉得美国这边川普也是第一时间回应，那我们就暂停军事手段，但随时保持它的弹性。可是你看到刚才世明所谈到的，也就是林肯号在南海2个礼拜了，它现在正在开往就是波斯湾，预计最快也要5天以上的这个时间。可是林肯号到那边又表示如何呢？你接下来就可能会采取就是说打击飞弹或者是飞机的这种定点的打击。刚才提到了几个地点，尤其是像是原油设施、核子设施，或者是军事这个设施，或者是城镇或者是这些高阶军官或者是宗教那个最高领袖所住在的地方。那核子设施其实大概打过一遍了，那原油设施打下去，其实也会造成油价的这个影响跟冲击。那军事设施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打了之后，你没有在地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后续，其实那个成效有限。因此，它如果不是用全面战争或地面战争，多半都是一种警告性，然后呢，要求伊朗方面可能要对抗议不要采取太过激烈的这种压制手段。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想法要去做一个 regime change，也就是要把这整个神权政府就是哈梅尼政府给拉下台。那因为现在的情势在缓和当中，同时中国大陆也在进行了交涉。对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中亚到中东地区其实是它地缘政治上一定要顾及的所在。不再像是以前比较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往往维持了观望。但这个关注呢，不会是军事的，而是比较是外交层面的。所以外交层面，你看到过去伊朗跟沙特之间的和解建交，都是中国大陆在推动。那这一次呢，可能就是在周边的国家给予伊朗外交上的支持，当然也同时希望伊朗政府在处理内部的抗议事件的时候，不要过于激烈。内部至于你将来自己如何面对改革，甚至这个最高领袖他已经87岁，健康不好，如何交棒，这是伊朗人自己的问题。但是过程当中，伊朗自己大概也知道，你如果要撑过这一段时间，以避免美国的攻击或者是整个内部抗议持续扩大，你要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不过要警惕有一点提醒大家的是，过去以色列他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的，所以现在在国际赌盘上已经在开盘，就是1月31号以前，以色列会不会先制攻击伊朗？过去发生过好几次啊。对。然后呢，当以色列攻击的时候，伊朗还击，然后这个事情就变成越来越扩大，然后美国就被进一步的卷进来。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比较川普在放话，当然也有一点在遮掩他在委内瑞拉那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也有一点在
表现出他美国的军力的强大，他接下来要拿格陵兰，所以伊朗的问题我们要看持续的观察。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外交的这个交涉的这个角色跟成效应该很快就会看到。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